大家好，我係阿 Ted，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如果你想財政獨立，唔需要再為錢去擔心嘅話，你一定要認識嘅呢7種投資方法。我想同大家講，呢7種嘅投資方法係喺理財世界裏面比較基本嘅7種投資方法，而喺之後嘅影片，我會喺每個範疇再作更加多嘅解釋。但喺呢段片裏面，我希望可以簡單咁解釋一下佢哋係啲乜嘢嚟嘅。不過大家要記住，每一種投資方法都有佢哋嘅自己風險，有啲高風險高回報，有啲低風險低回報。如果你係一個精明嘅投資者，甚至乎有啲係低風險高回報，視乎翻你嘅目標係乜嘢，去制定翻你自己個人嘅投資組合。事不宜遲，即刻講下第一樣係啲乜嘢啦。第一個嘅投資方法就係一個高利息嘅儲蓄戶口。咁一個高利息嘅儲蓄戶口同一個普通嘅儲蓄戶口有啲咩分別呢？一聽落去就知道係個利息嘅分別啦。一個普通嘅儲蓄戶口，佢哋嘅平均年利率為 0.08%， 而我自己用緊嘅 HSBC， 佢哋嘅年利率係大概係 0.05%， 比平均仲要低。如果你可以喺網上面揾到一啲高利息嘅儲蓄戶口，佢哋嘅年利率係可以高達2厘㗎。如果你呢一筆錢係打算長時間攞嚟儲嘅話， 0.08% 同2% 嘅分別係好大㗎。如果你嘅目標係儲蓄嘅話，一個高利息嘅儲蓄戶口正正就符合到你嘅需要啦。以我自己作為一個例子，我而家身處喺加拿大，而有幾個比較受歡迎嘅高利息儲蓄戶口，例如 EQ Bank， 佢哋俾嘅年利率為2厘，亦都係我自己有用嘅。Tangerine， 佢哋嘅高利息儲蓄戶口俾嘅年利率為 2.5%。而 Eterna 佢哋嘅年利率大概為 1.7% 左右，通通都比普通嘅儲蓄戶口利息高好多倍。一個高利息嘅儲蓄戶口可以話係冇太大嘅風險，但係前提係我哋揾嘅銀行一定要係俾政府保障。加拿大為一個例子，為咗保障大家嘅存款安全，佢哋嘅銀行全部都係俾 CDIC 去保障嘅。如果你嘅目標係儲錢嘅話，一個高利息嘅儲蓄戶口絕對可以滿足到你嘅要求。而第二樣我想講嘅就係 CD， 喺加拿大稱為 GIC， 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定期。定期係一個低風險而且有保障嘅投資，你唔使驚嗰筆錢會冇咗，因為嗰筆錢同時亦都係俾聯邦政府去保障㗎。定期同你嘅儲蓄戶口一樣，當你放呢筆錢入去嘅時候，你同時會賺取利息。最大嘅分別就係，如果你用儲蓄戶口嘅話，你係隨時可以攞走呢一筆錢。定期嘅話呢，你係一定要將呢筆錢放喺個特段嘅時間。如果你想提早攞出嚟嘅話，你係有機會要俾罰款嘅。當你買定期嘅時候，你同時亦都係同銀行同意咗，你將呢筆錢借俾佢哋，由3個月去到5年不等。呢筆錢借得越耐嘅話，你嘅利率就有機會越高。喺結算期嘅時候，你就可以連本帶利攞走啦。第三就係債券啦。一聽到債券，心諗係咪借咗人錢呢？冇錯，係借咗人錢，不過唔係你借人錢，係人哋借你錢。債券基本上就係一張借據。當政府或者企業需要籌錢嘅時候，佢哋就會發行債券俾投資者，而投資者借咗呢筆錢俾相關企業或者政府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得到一個利息嘅回報啦。依家舉一個例子，假設陳仔士多希望拓展佢哋嘅企業，去起一間酒店，而佢哋決定咗發行債券去籌錢。假設呢張債券嘅價值為1000蚊，而陳仔士多答應咗投資者會10年內一定償還翻呢一筆貸款。為咗令呢筆貸款更加吸引嘅時候，佢哋可以加上一個5% 嘅年利率俾投資者作為一個回報。當投資者購買呢個債券嘅時候，佢哋每年會得到1000蚊嘅5%。到成熟期到咗嘅時候，亦即係10年之後，佢哋可以將呢張債券套現翻佢哋嘅本金，亦即係1000蚊啦。債券嘅好處就係企業得到佢哋想要嘅錢，而投資者可以喺佢哋嘅本金上面攞到一個可觀利息嘅回報，可謂互惠互利。而債券都有一定嘅風險嘅，由於債券有分為好幾種，好似企業債啦、國債、政府債等等等等。假設一間企業佢哋嘅財政狀況出現咗問題，佢哋冇能力償還翻呢筆貸款嘅時候，投資者係有機會攞唔翻呢筆錢嘅。而相對地，政府債或者國債風險就比較低啦。除咗國家出現咗動亂或者一啲嚴重嘅經濟狀況之外，除此之外，債券仲有好幾點要留意，但係我會喺之後嘅影片再詳述去同大家去解釋。而第四就係 mutual fund， 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共同基金。最簡單最貼切嘅解釋就係俾錢人哋幫我哋投資。共同基金通常係俾一啲專業嘅經紀人去運作㗎，佢哋透過喺投資者上面集資，而將嗰啲錢放入去唔同嘅投資項目上面，例如股票啊、債券啊等等等等。當你買共同基金嘅時候，
同一時間你亦都係買咗一小部分呢隻基金嘅資產。如果你係一個非常繁忙而且對於股票或者債券冇太大認識嘅投資者，共同基金就有機會幫到你啦。買共同基金嘅好處係投資者根據佢哋唔同嘅理財目標去制定唔同嘅投資組合。與此同時，呢啲嘅共同基金係俾一啲專業嘅投資者去管理嘅。買共同基金嘅時候都有幾點需要留意嘅。雖然佢哋係俾一啲專業嘅基金經紀人去管理，佢哋應該用佢哋最大嘅專業知識去幫我哋投資者賺錢，但係佢哋嘅表現其實並冇保障。如果一個基金經紀人佢哋做咗一啲錯誤嘅投資選擇，令到呢隻基金蝕錢嘅話，投資者一樣都會蝕錢。而且無論佢賺錢或者蝕錢都好，共同基金佢哋都會收取一定嘅手續費以及管理費。如果你係決定買一隻共同基金嘅話，你最好就要睇清楚佢哋係要收幾多管理費。通常佢哋係介乎於1到3% 左右不等。如果你係購買咗一個管理費或者手續費比較高嘅 mutual fund 嘅話，即使你呢隻共同基金賺咗錢，佢都有機會影響咗你嘅年回報㗎。第五，我想講嘅就係交易所買賣基金，亦都係我哋所講嘅 ETF。乜嘢係 ETF 呢？ ETF 同其他基金一樣，你可以假設佢係一個籃咁樣持有住唔同嘅股票或者債券。有一啲嘅 ETF 係追蹤住市場上某一啲嘅指數，好似美國嘅 S&P 500指數或者道瓊斯指數等等等等。而有啲嘅 ETF 佢哋可能係追蹤住某一個特別嘅類別。譬如資訊科技嘅 ETF， 佢哋可能就包括咗蘋果啊、微軟啊、PayPal 啊、Visa 啊等等等嘅公司。如果你係買一啲嘅航空業嘅 ETF， 佢哋就可能包含住 United 啊、Delta 啊、Southwest 啊、America 等等等等嘅航空公司。視乎你嘅喜好或者你承受風險有幾大去決定去買邊隻嘅 ETF。購買 ETF 嘅好處就係你唔需要好似股票咁做唔同嘅研究以及分析，但係你都可以擁有一個好多元化嘅投資組合，同埋個風險水平通常都比較平均啦。因為即使一間公司唔掂嘅時候，仲有幾百間、幾千間公司去支持住呢一隻 ETF。聽落去嘅時候 ，ETF 同埋共同基金嘅分別好似一樣咁樣喎，但係其實佢哋嘅買賣方式以及佢哋嘅管理費係好唔同㗎。共同基金嘅交易方式係只可以喺交易日結束嘅時候先可以進行買賣，但係 ETF 就好唔同啦。由於市面上有好多種唔同嘅 ETF， 佢哋嘅交易方法係同一般股票冇乜分別，你可以喺一日內不斷進行交易都冇乜所謂，而且佢哋嘅管理費通常都比較低。一個比較出名嘅例子，好似 VOO 咁樣，佢係一個追蹤住美國 S&P 500指數 ETF 嚟嘅，佢哋嘅管理費大概為0.03% 左右，比起一般嘅共同基金1到3%。係好唔同㗎，所以一個多元化嘅 ETF， 視乎你嘅理財目標，都可以係一個唔錯嘅投資選擇。而第六嘅投資方法係啲乜嘢呢？就係股票啦。我哋成日都聽股票，其實股票係啲乜嘢嚟嘅呢？其實股票係一個憑證。再用陳仔士多為個例子，依家陳仔打算拓展佢哋嘅企業，買幾間超級市場繼續做佢哋嘅生意，但係佢依家唔夠錢喎。佢有幾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佢可以繼續去銀行借錢。第二個方法，佢可以將公司部分所有權分為1000份，然之後將500份賣俾投資者，而自己 keep 翻一半嘅股權。當公司賺錢嘅時候，投資者都會同時賺錢。股票其實係個憑證，證明咗你擁有呢間公司嘅部分所有權。當你購買呢隻股票嘅時候，你同時亦都係購買咗呢間公司一小部分嘅資產。投資者點樣先至喺股票身上面賺到利潤呢？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係低買高賣。如果你嗰隻股票嘅表現好嘅話，你可以趁佢價位低嘅時候買入，然之後趁佢價位高嘅時候賣出，俾另一個想擁有呢隻股票嘅投資者去賺取嗰個差價，從而賺到利潤。第二個方法就係股息啦。股息嘅意思係公司為咗回饋投資者，佢哋會將一部分嘅利潤撥翻俾投資者，作為佢哋持有呢隻股票嘅獎勵。但係問題就嚟啦，我哋點樣先知道呢隻股票嘅表現喺未來係好定唔好呢？如果你真係想買股票嘅話，你一定要做好多唔同嘅分析去研究，睇下呢間公司喺將來會唔會賺錢定係蝕錢，去證明一下佢值唔值得你去買入。一隻股票過往嘅業績好，唔代表佢長遠嘅業績都會好。你喺股票市場上絕對係冇一定賺錢嘅保障㗎。雖然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評價以及分析呢一隻股票，
但係冇人可以完完全全咁準確去預測呢隻股票嘅表現會係點樣。我哋只可以透過做功課去減低自己投資嘅風險。由於購買股票嘅風險通常都比較大，所以唔會建議一般初學嘅投資者去購買嘅。之後嘅影片我會講得更加多關於股票嘅分析以及我個人嘅睇法。但係依家講講第七先，而第七就係房地產投資啦。房地產投資門檻通常比較高，唔使講啦，因為需要好多錢啊嘛。好似我哋呢啲咁樣。不過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乜嘢係房地產投資。房地產投資又稱為兩種 ，flip and rent。flip 嘅意思即係低買高賣，而 rent 嘅意思係透過你買咗嘅房地產租出去，然之後透過租俾其他人去賺取被動收入。我哋依家可以以租出房地產為一個例子，因為租出房地產只要你持有嗰個物業嘅話，一路都可以帶俾你一個嘅被動收入。假設你依家購買一個價值20萬嘅單位。通常你要俾低大概20到25% 嘅首期。如果你將呢個單位租出去，以1年為例，以每個月為1000蚊租金，你每個月唔單止會得到一小部分嘅被動收入，而且你嘅租客更加係幫你俾緊你嘅房貸㗎。不過當然房地產投資係比較複雜嘅。啱啱我講嗰個例子係一個非常簡單嘅例子，我只係想喺呢段片同大家簡單咁解釋一下房地產投資係啲乜嘢嚟嘅。去俾大家知道，我哋將來都有機會去投資自己嘅房地產。呢7種投資方法就係我認為每個投資者都需要認識嘅7種投資方法。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段片嘅話，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以及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我之後會講得更加多關於我個人嘅投資心得以及一啲理財嘅小貼士，希望大家支持啦。